And he probably fucks them, too. I go to bed with all my friends. 如果你打开布达佩斯大饭店，却满世界找布达佩斯，那就掉进维斯安德森的第一个陷阱。这座粉色宫殿其实并不在匈牙利，而是藏在德国边境小城格尔利茨一家废弃百货商场里。就连梦幻粉色饭店的远景都是9英尺高的手工微缩模型。更绝的是，导演用3种画幅比例偷偷划分了3个时代，让你的潜意识在看片时就穿越了。还有蒂尔达·斯文顿每天花5小时变成84岁的老太太，导演说预算不够也要请最贵的特效化妆师。整部电影更像一封写给茨威格的旧日情书，在层层嵌套的故事里藏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欧洲。所以看它千万别只看故事，它本身就是一件细节堆出来的艺术品。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故事开端，一个年轻女孩走进老卢茨公墓，手中紧紧抱着一本小说，前来祭拜一位早已辞世的国民作家。而她手中的那本书正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画面此时采用我们熟悉的 1.85:1 萤幕比例，这一细节也在悄然提示观众，故事的开场发生在当下的现实世界。镜头一转，时间回溯至1985年，老作家缓缓讲述，作家的故事从来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他人主动送上门来。于是他带领我们回到17年前，那时的他正值壮年。1968年，他曾到访过曾经名噪一时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影片在此先以短暂的 1.37:1 学院比例闪现饭店辉煌时代的旧影，随后再切回1968年的 2.35:1 宽银幕，将叙事重新拉回作家踏入饭店的那一年。这时的饭店已经生意下滑，破旧，甚至快要被拆除。随着画面中出现帅气的壮年版作家，我们发现他的扮演者是裘德洛，咱们后面就叫他小裘吧。小裘跟经理闲聊时，注意到一位新住客，这人看着很特别，眉眼间透着股挥之不去的哀伤。小裘一打听才知道，他竟是这家饭店的主人，昔日首富林穆斯塔法。然而这位曾经的富豪却有个奇怪的习惯，只在淡季来，每次都住顶楼最深处那间用人房，房间狭小逼仄，连独立浴室都没有。这种反差让小裘愈发好奇，小裘一直想知道这背后的故事。直到一天泡澡时，隔壁浴缸的老林忽然主动搭话，说很喜欢他的作品。小裘有些受宠若惊，但很快放松下来。几句寒暄过后，他也不再绕弯子，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How did you come to buy it, if I may ask? The Grand Budapest. 老林没有马上回答，只是语气很平静地说，如果你愿意赏脸跟我吃顿晚饭，我可以破个例，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画面切到 1.37:1 1932年的传奇正式开场。那时战争还没爆发，布达佩斯大饭店正处在最辉煌的巅峰。撑起这巅峰的是大堂经理古斯塔夫，他的核心业务是安抚那些有钱、年迈、缺乏安全感的金发贵妇，不仅提供顶级服务，更提供无微不至的情绪价值。眼下他正在蒂夫人的套房里，从容应对这位预感不妙、死活不肯走的贵妇。 Remember, I'm always with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刚送走蒂夫人，古斯塔夫秒变严厉主管，边走边对新门童突击面试。面对一连串盘问，年轻人的底细很快被摸清。只干过几个月杂活，小学没读完，经验、学历、家庭几乎都是0。在古斯塔夫的高标准下，这样的履历毫无竞争力。但真正打动他的是年轻人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被问为何想做门童时，他直言，因为这里是布达佩斯大饭店。这份真诚打动了古斯塔夫。就这样，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男孩成了这位顶级主管的学徒。在古斯塔夫的严苛指令下，门童必须做到隐形却又随叫随到。他们不仅要预判客人的需求，还要将客人的秘密死死守住，直到带进棺材。这种极致服务的背后是一张令人窒息的排班表，每天从清晨5点连轴转到午夜，一周只休半天，一天19个小时的超长待机，直接把现在的996秒成了带薪休假。门童们只能靠少食多餐强行续命。在这段魔鬼训练里，小林摸清了饭店的2个核心机密。首先是古斯塔夫的特殊业务，专门拿捏那些有钱的金发贵妇。古斯塔夫总喷着极其浓烈的香水，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其次是大饭店背后的权力真空，没人知道真正的老板是谁，一切账目核查和最新消息全凭一位名叫科瓦奇的代理律师每月出面传达。
不过，就在这高强度的牛马岁月里，小林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在曼德蛋糕店工作，脸上带着胎记的糕点师阿加莎。一天清晨，小林拿着报纸敲开房门，头条2个重磅消息：第一，战争即将来临，边境已经重兵集结；第二，蒂夫人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得知老相好死讯的古斯塔夫立刻让小林收拾行李，乘火车前往吊唁蒂夫人。车厢里，古斯塔夫缅怀起84岁的蒂夫人。列车突然在一片麦田边停下，一队武装警察上车突击检查。Well, hello there, chaps. Documents, please. 古斯塔夫的证件没问题，但小林作为无国籍难民，立刻成了抓捕目标。一向把体面视作生命的古斯塔夫当场爆发，破口大骂，与警察扭打在一起，拼死护住小林。2人即将被带走时，带队警官亨克斯认出了古斯塔夫。他儿时随父母住过大饭店，受过古斯塔夫的照顾，靠着这份人情，警官为小林开了临时通行证，2人逃过一劫。师徒2人抵达卢茨大宅，在女仆的引导下，古斯塔夫对着蒂夫人的遗体完成了最后的深情告白。然而哀思未尽，他们便被拽入狭窄的仆役走廊，一头跌进一场荒诞的遗产混战。大厅里挤满了沾亲带故的极品亲戚。更让2人意外的是，主持遗产宣读的竟是熟人，每月来饭店查账的代理律师科瓦奇。庄严肃穆的遗产宣读会上，科瓦奇公布了蒂夫人临终遗嘱的附加条款。他将一幅价值连城的文艺复兴时期绝世名画《南海与苹果》赠予了古斯塔夫。 I can't believe it. What? The Van Hoyts tax-free. 这个决定瞬间引爆了蒂夫人长子德米特里的怒火。眼看天价名画落入外人之手，他当众发飙，破口大骂古斯塔夫是靠讨好老女人骗取财产的卑鄙骗子。面对这番粗鄙羞辱，古斯塔夫优雅回怼，引发一场连环互殴。混乱中，他气定神闲地转身离去。走廊里，当小林提及未曾见过那幅画时，古斯塔夫立刻带他来到房间，望着墙上的南海与苹果。古斯塔夫由衷赞叹这是一幅绝顶杰作。对视之间，师徒2人瞬间达成默契，趁德米特里还没报警，直接把画顺走。为了掩人耳目，小林还找了幅不堪入目的色情画挂回原位。随后，他们找来管家瑟吉和女仆，用牛皮纸将名画打包。打包的间隙，瑟吉把一封密信悄悄藏进了画框背后。返程火车上，古斯塔夫对这幅杰作爱不释手，但深知形势紧迫，决定尽快黑市销赃。经历了这场变故，他彻底认定了小林的忠诚，并立下遗嘱：若自己遭遇不测，小林变成唯一继承人，2人就此成为命运共同体。然而，危机来得比想象中更快。2人刚回到大饭店，把画塞进保险柜，警察就找上了门。Excuse me? The police are here. They asked for you. 亨克斯冷酷地当众宣布，以谋杀蒂夫人的罪名逮捕古斯塔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控，一向视体面为生命的古斯塔夫愣了1秒，随即抛下所有优雅，转头拔腿就跑。不久，小林到19号拘留所探望古斯塔夫。古斯塔夫虽鼻青脸肿，仍不失优雅。小林带来一连串坏消息。代理律师科瓦奇虽暗中相信古斯塔夫无辜，却无法改变他被控告毒杀蒂夫人的重罪。关键目击证人管家瑟吉神秘失踪，古斯塔夫命悬一线。外面的局势还在恶化。德米特里派出冷血杀手乔普林，一路追到管家瑟吉的姐姐家。姐姐虽然紧张，但没说出瑟吉的下落。杀手留下名片便离开了。即便身陷囹圄，古斯塔夫仍操心着大饭店。他给员工寄去一封长信，严令他们继续维护好饭店的声誉，还附上一首长达46节的冗长诗歌。在狱中，他分发玉米糊，询问每位犯人是否需要，凭职业素养赢得狱友尊重。Mush, gents, any takers? Suit yourselves. 牢房里，他把一盒珍贵的曼德甜点分给光头老大等人。趁这机会，光头老大向他交了底，他们计划越狱。这座监狱虽有72名狱吏，外面还有满是鳄鱼的护城河，但有一个致命弱点：中世纪留下的老旧排水系统，只是还缺挖掘工具。古斯塔夫想了想，看着曼德糕饼店的招牌，心里有了主意。故事讲到这里，老林突然停了下来，老泪纵横，回忆起他的爱人阿加莎。You see, I never speak of Agatha because, even at the thought of her name, I'm unable to control my emotions. 2人第3次约会时，小林就向他求了婚。2个一无所有的人决定走到一起。古斯塔夫得知后送了阿加莎礼物，也表示赞成他们的交往。这不仅是爱情的升华，更是越狱的转机。阿加莎把挖掘工具藏在糕饼里，因造型精致，检查人员没有切开检查，成功蒙混过关。
遗嘱风波愈演愈烈，代理律师称遗嘱缺失重要文件，需等地方法官的处理意见，且谋杀案证人色即失踪，要上报政府。但德米特里不同意，主张速战速决，尽快拿到遗产。杀手也态度强硬，将律师的爱猫扔出窗外。监狱这边，古斯塔夫等5人已开始秘密挖掘越狱通道，一切暗中推进。小林也没闲着，为防万一，将那幅南海与苹果的藏身地点和保险箱密码告诉了阿加莎。晚上，律师准备回家，却发现杀手一路尾随，他惊慌逃命，最终在博物馆出口被干掉。他被门夹断的4根手指被杀手当作战利品包起来带走，手段极其残忍。3天后，古斯塔夫5人启动越狱计划。他们钻过洞口进入厨房，架梯下滑时被犯人发现，在刀疤狱友的掩护下，他们化险为夷。It's you. Thank you, you sweet kind man. 历经巨钢筋，钻通风口，终于抵达洗衣房。面对地窖内5名警卫，1名狱友以命相搏，换得众人逃出升天。小林在出口处接应，但准备的并不周全，既没有提前安排好避难地点，也没有带来换洗衣物，甚至连古斯塔夫最心爱的香水都忘了带来。古斯塔夫因此大为不满，忍不住大发牢骚。面对苛责，小林道出全家死于战火的悲惨身世，古斯塔夫深感歉意，2人拥抱和解。警报响起，2人开始逃亡。警察发现越狱后，沿途设卡搜查。杀手乔普林也赶到监狱，发现了致命线索——曼德甜点盒。冰天雪地中，小林和古斯塔夫找到一个电话亭，古斯塔夫拨通电话，向一个叫伊万的人正式请求特殊服务。原来，古斯塔夫动用了酒店主管的终极底牌，向交叉钥匙工会发出最高级别求救信号。这是一个由全欧洲顶级酒店主管组成的秘密互助网络。一通通电话接力后，这些优雅的主管们纷纷放下手头工作，短短几分钟就为古斯塔夫铺好了逃亡路线。工会派伊万前来接应，他开车接上师徒俩，并带来关键情报与物资。管家瑟吉已找到，约定明天中午在山顶的天文台碰头。师徒2人坐着火车返程时，卢茨大宅里上演了滑稽一幕。德米特里正准备研究遗嘱信件，突然发现南海与苹果的位置换成了一幅色情画，他愣在原地，怒火冲破了天际。这已不是偷窃，而是对他智商与尊严的嘲弄。列车上，古斯塔夫前一秒痛骂瑟吉懦弱，转头又兴致勃勃地请求担任小林与阿加莎的主婚人。他一边毒舌调侃阿加莎外貌，一边又赞美其纯洁灵魂。得知他崇拜自己后，更是得意。而一向温顺的小林也难得强硬，直接警告他别打自己妻子的主意。与此同时，警方迅速收紧追捕网。警长亨克斯发现管家瑟吉的姐姐被杀，并截获电报，得知古斯塔夫的目的地是盖博美斯特峰。尽管火车站已被重兵封锁，这对师徒却早已在货运站提前跳车，躲过一劫。顺着工会的指引，2人乘缆车登顶，披上长袍，伪装成僧侣，在修道院忏悔室里见到了惊魂未定的管家瑟吉。瑟吉抛出一个惊天秘密：蒂夫人立了第2份遗嘱，他手里刚好有副本。然而，就在他即将说出副本下落的瞬间，潜伏在隔壁的杀手乔普林将其灭口，随后踩着滑雪板扬长而去。眼看线索中断，古斯塔夫和小林果断抢下雪橇，沿陡峭雪山赛道与杀手展开夺命追逐，飞驰至悬崖边缘，雪橇失控侧翻。小林倒插进深雪，动弹不得。古斯塔夫扒住冰冷崖壁，命悬一线。杀手步步逼近，猛跺冰层，想置古斯塔夫于死地。千钧一发之际，小林挣脱出来，将杀手一举推下深渊。师徒俩刚刚死里逃生，亨克斯警长的大部队就已经追到了悬崖边，面临再次落网。2人当机立断，跨上杀手留下的摩托车，继续踏上了逃亡之路。阿加莎作为内应，潜入大饭店取画。古斯塔夫和小林在门外焦急接应。正当2人望着已沦为法西斯兵营的大饭店黯然神伤时，德米特里突然出现，在楼下撞见了正要离开的阿加莎。阿加莎抱着画作仓皇逃命，师徒俩立刻抄起蛋糕盒冲进大堂营救。德米特里追至2楼，迎面撞见刚出电梯的2人，拔枪便是一阵扫射。枪声一响，走廊里不明所以的士兵纷纷探头拔枪互射。昔日优雅的殿堂瞬间沦为荒诞枪战场，直到亨克斯警长赶来怒吼，才平息了这场闹剧。混乱中，阿加莎失足悬在窗外，摇摇欲坠。小林奋不顾身扑救，2人双双坠落，却奇迹般掉进了楼下的蛋糕车里。那封藏在画框后的绝密信件终于重见天日，正是蒂夫人的第2份遗嘱副本。上面写着，包括布达佩斯大饭店在内的全部巨额财产，统统留给古斯塔夫。一夜之间，古斯塔夫成了超级富豪。然而，童话终究敌不过现实。
古斯塔夫刚刚为小林和阿加莎证完婚，在前往卢茨的火车上，画面转为黑白，预示着悲剧即将发生。阿加莎轻声吟着诗歌，古斯塔夫不禁感叹小林已青出于蓝。但火车再次停在了麦田，这次上车的是法西斯行刑队，士兵撕碎小林的临时通行证。古斯塔夫又一次挺身而出，为保护他的门童被残忍枪杀。2年后，一场流感又带走了阿加莎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画面回到现实，小林继承了古斯塔夫的庞大帝国，但他用全部财富只换来了这座布达佩斯大饭店。在当时，这座饭店本要被国家充公，他用遗产买下了它。作家原以为这是对古斯塔夫的纪念，老林却平静地否认。 No. The hotel I keep for Agatha. 对于古斯塔夫，老林评价道：“他代表的优雅时代早已逝去，他只是漂亮地维持着那个世界的幻影。”1周后，作家远赴南美，从此这座承载着爱情与旧日时光的大饭店永远封存在了记忆里。UP 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片尾曲响起，黑幕上缓缓浮现一行字，灵感来源于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下方标注着他的一生：1881年生于维也纳，1942年死于彼得罗波利斯。这位奥地利作家因战乱流亡南美。1942年，身处异乡的他目睹欧洲沦陷于法西斯之手，对文明彻底绝望，与妻子在流亡地自尽，仿佛与他笔下那个优雅的昨日世界一同终结。回望影片，那位喷着香水吟诗而终的古斯塔夫，不正是茨威格的化身吗？他用尽一生，在野蛮的屠宰场里维持着最后一丝文明的微光，明知时代崩塌，仍以近乎执念的体面守护最后一丝文明的余晖。布达佩斯大饭店绝非一部单纯的喜剧，它是韦斯·安德森用最绚丽的粉色马卡龙为那个已经消逝、精致而充满人情味的欧洲筑起的一座精美墓碑。时代轰然倒塌，幸好还有电影，它让我们跨越时空，偶尔重温那个充满魔力的残影。古斯塔夫这个人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法西斯的铁蹄踏碎欧洲、野蛮取代文明的屠宰场里，他依然坚持喷灵韵香水，坚持在狱中分发甜点，坚持在枪口下念诵长诗，体面与优雅，绝非盛世的点缀。他是深渊边缘那道永不妥协的尊严。当外界的环境崩塌、规则失效时，我们唯一能守住的是自己决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电影里真正拯救主角的没有什么盖世英雄，而是那些平时看似不起眼的微光，是那个因为吃过古斯塔夫甜点而挺身而出的刀疤脸囚犯，是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工具的糕点女孩阿加莎，是只要一个电话就放下一切火速营救的十字钥匙工会。在宏大而残酷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人与人之间那种基于善意、信义和契约精神建立起的连接，却是对抗黑暗唯一的武器。影片结尾，老林散尽千金，买下了那座注定要破产、被时代淘汰的大饭店。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为了缅怀那个逝去的辉煌时代，或是为了纪念恩师古斯塔夫，但他却说是为了阿加莎。老房子、老物件、旧时代的残影，我们之所以对这些旧梦固执己见，因为那里曾装着我们深爱的人，寄存过最快乐的岁月。那些器物不过是情感的容器，真正让我们无法释怀的是那颗滚烫的灵魂。所有的物是人非里，藏着的都是最深沉的长情。本期布达佩斯大饭店解说完毕，欢迎点赞、评论、分享。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我们下期再见。